2025年6月新劇試讀之翹楚耀眼。這幾天各平台新劇寥寥，網上有點水花的大概只有優酷的翹楚和芒果的耀眼，那我們就來分別說說吧。第一部翹楚，主演陳都靈、周逸然。我們先来看看数据，6月2日開播首日，優酷站內熱度30分鐘突破6700，次日最高達到9000，開播9廣，前4集共10個品牌，也算很不錯的開局了。再說說劇本，毫無疑問，翹楚的最大優勢就是故事，節奏快，信息量大，而且開局就給足觀眾情緒刺激，算是高規格短劇吧。故事一開始就是女主楚昭前世慘死，隨後迅速交代家族覆滅、父親遇害、前夫蕭尋如何一步步布局夺權，緊接着女主死亡，男主持劍趕來復仇，最終楚昭重生歸來，短短1集時間完成了起承轉合。看到這裡的時候，我甚至有點驚喜，因為如今很多大女主劇第1集往往拍得又平又淡，恨不得花45分鐘介紹人物關係，最後觀眾連誰是誰都沒記住。相比之下，翹楚完全是另一種路數，編劇幾乎是用大段落推進劇情，用大信息量傳遞情緒，不給觀眾喘氣的機會。當然，這種成功並不只是編劇一個人的功勞，平台對24集體量的要求、重生題材逐漸解禁，以及創作團隊本身的能力缺一不可。可以說，翹楚占盡了天时地利人和。但與此同時，當前24集體量靠爽感驅動，若權謀線未能深化，存在高開低走風險。除了劇本，導演也是本劇的重要加分項。第1集直接開大，女主被前夫勒死，瀕死之際看到男主持劍而來，手刃仇敵，那種遲來的救贖感幾乎隔着屏幕撲面而來。隨後女主進入異空間，恢宏的視覺特效配合恰到好處的 BGM， 瞬間把重生題材拍出了史詩感。尤其是大鐘墜落，女主重返人間那組鏡頭，完全有電影级質感。當然，這部劇也有很多的短板，濾鏡磨皮已經徹底看不出皮膚肌理的質感。不能說陳都靈不好看，挺美的，但真的有點點 AI。還有就是幾個男演員有種很濃的網紅感，就是感覺顏值看的也行，但是沒有辨識度，卻給我一種標準工具人的感覺，演技一般，角色魅力一般，甚至很多時候連聲音都不是自己的。這就導致一個問題，替代性太強，可以說現在的 AI 替代的就是這樣的演員。看短劇的時候大家都有這種感覺，劇情看得很爽，但看完以後演員長什麼樣已經忘了。而翹楚某種程度上也面臨類似困境，因為演員個人特質不足，觀眾很難建立更深層次的情感連接，於是這部劇最終只能依靠不斷升級的爽點來維持吸引力。對於喜歡爽劇的人來說，這完全不是問題，但對於已經看過太多重生復仇套路的觀眾而言，可能10幾分鐘後就會覺得熟悉。這也是為什麼我說翹楚的最大短板其實不是劇本，而是演員無法進一步放大劇本的感染力。不過即便如此，翹楚依然有讓我特別喜歡的地方，比如反派蕭尋，甚至我覺得他目前的人氣隱隱有超過男主的趨勢。原因很簡單，他有腦子。楚昭重生後第1次見到蕭尋，因為控制不住情緒，當場怒斥對方。按照一般古偶套路，這種橋段往往就過去了。結果蕭尋認真了，他立刻意識到楚昭態度驟變背後一定有問題。一個未來準備謀反的人不會忽視任何變數，於是他馬上提前行動，修改計劃。這才是反派該有的樣子。真正危險的人從來不是靠嗓門大，而是靠腦子快。更妙的是，楚昭的反應也不慢，發現計劃提前之後，他立刻開始補救，拼命救下關鍵人物。男主要帶他離開，他甚至寧願跳馬也要阻止蕭尋。這種你來我往、鬥智鬥勇的戲碼，看着才是真的爽。相比之下，男主反而有些工具化，劇方明顯很想捧男主，各種慢鏡頭、大特寫輪番安排。女主遇險時，他永遠精準卡點出現，甚至還能一個人避開層層守衛衝進皇宮，在女主面前帥氣登場。帥是帥了，但有時候帥得稍微有點脫離現實。總體來說，翹楚擁有今年古偶市場裡少見的高完成度，劇本在線，
導演在線，節奏在線。雖然演員層面還有明顯短板，但瑕不掩瑜。至少目前來看，他完全值得花幾個小時追上3、4集。第二部《耀眼》，主演關曉彤、李雲瑞。《耀眼》5月27日登陸芒果黃金檔，官方給他起了個特別文藝的分類：夏日清甜燭光劇。Nice。說實話，現在內娛最有創造力的崗位，可能不是編劇，而是給電視劇發明新名詞的人。先說數據，開播當日即實現7個品牌共9條廣告，為當年芒果開播劇中廣告數量最多的一部。截至6月1日，招商成績已達21個品牌，77條廣告，也算是今年很不錯的成績了。再說說劇集質量，耀眼最大的優點就3個字：不折騰。這幾年現偶有個毛病，恨不得把校園、職場、家庭、創業、女性成長、自我救贖、社會議題、原生家庭創傷全塞進40集裡，最後燉出一鍋連編劇自己都嘗不明白的大亂燉。但耀眼很有自知之明，他知道自己就是個小甜劇，所以前幾集幾乎什麼都不拍。不拍校園，避免觀眾問這幫學生到底什麼時候上課；不拍職場，避免觀眾問編劇上過1天班嗎；不拍家庭大戰，避免父母催婚、婆媳大戰、重男輕女3件套輪番轟炸。他乾脆把所有複雜內容都扔掉，直接讓男女主談戀愛。前4集基本就是2人轉，90%的時間都在培養感情，鏡頭跟着2個人轉，劇情圍着2個人轉，觀眾腦子裡也不用裝太多東西。別小看這一點，在如今的現偶市場裡，能做到不亂加戲已經算是一種美德了。而且男女主感情發展也算正常，沒有第1集摔倒接吻，沒有第2集意外同居，沒有第3集360度旋轉慢鏡頭加8級鼓風機。2個人就是慢慢認識，慢慢熟悉，慢慢靠近，至少符合正常人類的社交邏輯。所以我能斷斷續續追到10集，並不是因為他拍得多驚豔，而是因為他成功避開了大量現偶雷區。當然，這種做減法也是把雙刃劍，因為刪得太狠了，男女主像被放進了戀愛實驗室，外面的世界基本不存在。所謂海邊小鎮、家庭變故、貧富差距，都只是推動感情線的背景板，除了談戀愛之外，幾乎沒有什麼額外看點。我當時看了2集，就在群裡評價，這劇特別像動畫片，人物生活在一個高度簡化的世界裡，沒有太多現實壓力，也沒有太多複雜關係。你說這是優點也行，缺點也行，但它確實是耀眼最鮮明的特點。至於接下來要說的問題嗎？那可就比優點多得多了。首先是套路感太重，落难千金遇上窮小子的設定本身就不新鮮，很多情節幾乎一眼就能猜到後續發展，很難給觀眾驚喜。其次是人物塑造偏薄弱，女主家裡明明遭遇重大變故，父親被調查，債主上門，前途未卜，但她表現出來的更多是對小鎮生活的不適應，而非真正的焦慮和恐懼，讓人難以共情。男主同樣有些過於情緒穩定，面對女主各種嫌棄和誤解幾乎毫無波瀾，少了真實人物該有的情緒起伏。導演的問題也比較突出，劇裡不少心動名場面拍得平平無奇，本該有氛圍感的鏡頭缺乏說服力，2位主演的顏值更多是在靠自身條件硬撐，而不是鏡頭加成。服化道同樣一般，部分場景和人物造型甚至有些敷衍。總體來看，耀眼不算驚豔，也談不上爆款。它最大的優勢是不折騰、不懸浮、不強行制造戲劇衝突。正因為做了大量減法，它成功避開了許多現偶常見雷點，但與此同時也失去了更多層次和深度。好啦，那你看了哪一部？覺得怎麼樣？也來聊聊吧。